青年王贵生外出打工3年了，好不容易攒够了钱，背着行李风风火火回村。刚下大巴车，站在村门口的小路边，就听到喜气洋洋的鞭炮声。再一看，锣鼓喧天，热闹非凡。贵生顺着这动静，一路来到宝顺家门口，正巧碰见风风火火的二婶。一打听，这才知道，原来是山丹和宝顺正在办婚礼。山丹和宝顺都是贵生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，按理说看到两人喜结连理，应该高兴才是。可贵生听到二婶的话，一时间仿佛晴天霹雳，晃了一阵才走进热闹的院子。此时10里8村的亲戚朋友聚集在新房前迎候新人。良辰吉刻，宝顺春风满面，在亲戚朋友的簇拥下，带着新婚妻子走进院来。拜罢双亲，行完大礼，众人推举着新郎新娘，准备到洞房。贵生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直接大吼出声：等等！一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过来，两个新人更是愣在原地，气氛瞬间尴尬起来。贵生放下手中的包，走到两人面前，二话不说，把他们拉进屋内。前来吃席的村民们堆在院子里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埋怨的刘家亲戚要直接把贵生轰走，好在有村长和村里德高望重的二大爷在场，否则说不定要闹出什么事情来。屋外的村民们不明所以的吃瓜，屋内的3人也在面面相觑。贵生看着面前的两人，就想要一个解释。贵生，你给我闭嘴！三代，我想听你说。不用问了，是我自己愿意嫁给他的。贵生，你看在外头站的一月人，有什么事情过了今天再说行吧？就算我求你了。你求他做甚呀？你又没欠他的。原来贵生和山丹从小是青梅竹马的一对，两人老有情且有义。可山丹的父亲老李却不同意这门婚事。贵生无父无母，吃村里的百家饭长大，一没地，二没房，把山丹嫁过去，那不是送女儿去过苦日子。老李看不上贵生这个穷女婿，贵生为迎娶山丹，筹凑山丹爹聘闺女要的彩礼钱，决定进城打工。临走前委托宝顺照顾好山丹。如今3年不到，贵生好不容易赚够了钱，可山丹却嫁给了自己的好兄弟。不是说朋友妻不可欺吗？这哪个男人受得了呀？贵生在两人面前站了半天，也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既然山丹是自愿的，贵生只能等两人完婚再说。他走出院子，此时村民们还没有散去，正堵在院子里看热闹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贵生直接把山丹和宝顺的结婚照撕下来。这种人就算千刀万剐，也不能解心头之恨。村长见状，担心贵生出什么意外，赶紧派妻子追上去。他们把贵生请到家中，好吃好喝一顿招待。村长批评贵生，大喜日子不应该这样闹事，让宝顺一家人当着全村人的面下不来台。贵生一杯又一杯，只顾着喝闷酒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到了晚上，贵生在村长家中睡下，他怎么也过不去这个坎，怎么也没有想到最爱的人竟然和最好的兄弟在一起。夜深人静，贵生躺在床上，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，越想越难受。他翻来覆去，最后干脆直接起身，白天没有要到的说法，晚上再去要一次。村长的妻子听到动静，又看到贵生急匆匆出门的身影，连忙把酣睡中的村长叫醒。村长生怕出什么意外，也赶紧跟了上去。贵生一路来到宝顺家，此时做新郎官的宝顺也喝得迷迷糊糊。小两口正准备入洞房，贵生从围墙爬进刘家大院，突然推门而入，借着酒劲，直接把宝顺扔到一旁，转过身去质问山丹，当初的约定咋就说变卦就变卦？可山丹背过身，连看都不肯看一眼贵生。听着贵生字字肺腑，山丹再也忍不住，他转过身正准备解释，却正好看见宝顺举着刀就要对贵生下手。山丹本能的大叫起来，好在贵生及时躲避，两个大男人扭打在一起，幸好村长及时赶到，这才把两人拦下。贵生愤然转身离去。两个好兄弟为了心爱的女人闹得不可开交，甚至直接拿起刀要拼命。第二天，村长为调解贵生和宝顺的过节，召开一次特别会议，把贵生3人叫到自己家院里，又叫上村里德高望重的二大爷。几个人坐上桌，宝顺直接拿出鲜红的结婚证，证明自己和山丹是明媒正娶，光明正大，有国家法律保护。要是贵生再闹，自己就要去法院告状。村长和二大爷一看，宝顺说的有理有据，确实是贵生做的不对，可贵生却黑着脸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拿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。村长接过纸条才知道，这是3年前写的协议书，大致内容是，如果贵生3年之内不回来，山丹就是宝顺的媳妇。可没想到3年期限还没有到，宝顺和山丹就结婚了。这么一看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二爷看了贵生的协议书，表示从古至今，官凭文书，私凭印，这协议书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，又有3人的手指印，这也不能不算数。一旁的村长却说，这协议书没在公证处盖章，并不受到法律的保护。可凡事讲究个先来后到，3年期限还没有过，宝顺就把山丹娶进门，这事办得也不厚道。一时间陷入了僵局。宝顺又开口
口解释，当时就是闹着玩，自己也没有想当真。现在自己和山丹结成夫妻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。而这个时候，一直低头不语的山丹突然说出一句话，瞬间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是他把桂生写别的挂，他在外面早就有女人了。此话一出，不仅村长和二爷懵了，就连桂生本人也懵了。山丹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村长，上面竟然是桂生和另一个陌生的女人的结婚照。可桂生看到照片却说自己根本就不认识照片上这个女人，更不用说和她结婚了，简直就是无稽之谈。照片是宝顺给山丹的，宝顺见事情瞒不住，便支支吾吾地说出实情。原来照片是他请人用电脑合成的，一直以来他就暗恋着山丹，只是碍于桂生，一直没有表露心意。桂生离开以后，宝顺便想了这个主意，好让山丹死了心嫁给自己。桂生越听越气，上去直接就是一拳，两人好不容易被村长等人拉开，山丹又走上前大骂宝顺是个骗子，谁知宝顺竟然甩给他一巴掌。桂生看到山丹挨打，刚平息的怒火又燃了起来，抄起一旁的凳子就往宝顺身上砸去，两人打得不可开交，拦都拦不住。宝顺的一条腿被打断，被送进医院。这时候宝顺骗婚的消息也传遍了村庄，人们议论纷纷，都说宝顺这事做得不地道，十有八九这桩婚事要告吹。可离婚证还没有传来，警察先来了。这对夫妻新婚没多久，新娘就发现自己被骗婚，她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婚，和初恋情人重归于好。宝顺被打得进医院之后，实在是气不过，直接就报了警。警察涉嫌故意伤害罪将桂生带走。山丹听到这个消息，便在半路上拦住村长，求他想想办法。村长二话不说，便来到警察局出面求情。结果被告知，宝顺一家必须经济赔偿，只要桂生能给出3万，就能放人。村长把话带给山丹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几人一商量，便来到宝顺家，想把这个数目减少一点。宝顺表示钱可以少，但桂生出狱以后必须死了这条心。村长一拍大腿就答应了下来。村长想尽办法，也只凑了5000块钱。正在犯难时，山丹急匆匆地赶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沓厚厚的现金。原来山丹实在放心不下桂生，他跑回娘家找父亲要回了宝顺给的彩礼钱。山丹的父亲本是不愿意，但拗不过女儿对桂生的一往情深，最后妥协了。山丹从箱子里取出1万5，再加上村长的5000块，刚好够把桂生赎出来。而宝顺的大姨子正好看到了这一幕，从山丹父亲家出来以后，便赶紧来到宝顺院子里通风报信。宝顺得知后，气得直接把手中的遥控器摔了出去。可即使是这样，事情已经成了定局，谁都明白山丹心里依然有桂生，强扭的瓜不甜。而这边山丹和村长告别后，回到了宝顺家，收拾好行李，不顾宝顺的哀求，向他提出了离婚。宝顺，咱俩不合适，我不能没有你，咱俩离婚吧。山丹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子。晚上，山丹和桂生相见，两人紧紧相拥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山丹又气又心疼，不停地捶打桂生，破镜重圆，两人的心里都是五味杂陈。山丹离开以后，宝顺越想越气，拄着拐杖就要去理论，突然一个重心不稳，摔倒在地。老两口看到儿子这样，又心疼又气愤，父亲老刘更是气不过，直接杀到山丹老家，和山丹的父亲大吵起来，扬言要拿回彩礼钱。老李哪里会答应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哪还有把彩礼退回去的道理？两人一吵一闹，僵持不下，最后更是直接动起手来，引来村民们围观。村长刚办完事，听到动静，急忙赶了过来，好不容易才把众人遣散。村民们前脚刚走，老李后脚就气晕倒地。不久以后，山丹和宝顺来到县城里办离婚手续，正好遇上村长出门办事。两人来到餐馆，问起山丹的打算。山丹只说，除了这档子事，自己也不愿意在村子里待下去了，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老弱病残的父亲。村长一听，就把这件事揽了下来，要山丹安心在外面闯荡。没想到桂生先前一步离开了村子，只留下5万块钱和一封信。在信里，桂生表示自己回来以后给大伙惹了不少的麻烦，他留下5万块钱，一部分还给宝顺一家，一部分给山丹。桂生就这样不辞而别，坐上了前往大山外的大巴车。山丹望着桂生消失的背影，毅然离婚的他把那张照片撕成2半，将桂生的那半张放在胸前的口袋里珍藏，打定主意这一次要等他的心上人回来。强扭瓜不甜是一部农村题材电影，内容很简单，给人一种司空见惯的感觉，但是其中所表达出来的感情却是引人深思，让人感动的。本期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